就会请你把口罩拿下来，然后从鼻腔伸进去，或者从口腔伸进去。有关新型肺炎的检测方式，是否能示范一下检体的采样方式呢？标准来说，就是要收集两个区域的检体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上呼吸道检体，第二个就是我们下呼吸道检体。什么是上呼吸道检体呢？就是我们鼻腔或口腔里面的检体。一般的鼻腔、口腔我们要怎么裁剪？就有这种裁剪棒。这裁剪棒大家可以看它的构造，其实里面就是有一根类似棉花棒的东西。那这棉花棒就是要深入你的鼻腔或口腔当中。所以呢，一个病人要被裁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打开，然后呢就伸到他的鼻腔当中。记得呢，其实这个裁剪过程呢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，口腔呢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恶心的感觉，鼻腔可能会让你有打喷嚏的感觉。但是这种裁剪棒都已经尽量是比较小支了，所以大家要忍耐一下。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技师就会请你把口罩拿下来，然后从鼻腔伸进去，或者从口腔伸进去。而目前有研究指出呢，鼻腔似乎裁剪到的病毒量的敏感度会比口腔高一点，所以我们推荐是优先，如果患者能忍受，以鼻腔做为主。另外还有下呼吸道检体，所谓的下呼吸道检体就是我们的痰，所以我们也可能请病人咳痰，然后在痰里面检验看看是不是有病毒的。除了这两个最常做的，血液可以看看有没有抗体，甚至到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会感染到肠胃道。所以呢，目前呢，还有一些比较密切观察的阳性患者呢，还会验他的粪便检体。目前政府的做法是2套阴性，意思是说呢，你一开始是阳性嘛，可能是鼻腔阳性，然后你可能住院治疗到一段时间之后，然后就开始检测了。如果你有连续2套阴性的话，就是一个解隔离的条件。我们知道这个武汉肺炎目前看起来住院的时间都蛮长的，大概都会到2到3周，所以你不会一开始就开始变成阴性。所以政府会在我们在负压隔离病房中观察，然后看你的症状改善，然后慢慢的也没有发烧，没有症状，这时候就开始裁剪。跟全国的防疫人员说声辛苦了，还有我们第一线医疗人员目前都是承受在很大的压力下，在做这些防疫工作也要跟我们的医疗人员大家说辛苦了。希望全民能配合我们这个防疫的政策，诚实告知你的旅游史。第二个，回家自主隔离一定要做到14天，谢谢。